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件很魔幻的事情。2025年10月3日，台北的一间大饭店安联人寿办了一场经济趋势论坛。那天会场挤满了金融业的老总、寿险公司的高管，还有一堆财经记者。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一份报告，德国安联集团连续16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，追踪全球近60个国家的家户资产负债状况。这是全世界最被重视的财富指标之一，分量大概等同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于政治圈。那天会场丢出的那行字，几乎让所有在场的台湾媒体都疯了。台湾人均金融资产净值高达167530欧元，折合新台币大约600万出头，全球排名第5，亚洲排名第2。第1名美国，第2名瑞士，第3名新加坡，第4名丹麦，第5名就是我们这座小小的岛。日本被甩到第12名，只剩91000欧元。德国连前20都没挤进去。整个前20名里面，亚洲国家只有3个，而台湾不但上榜，还稳稳站在前5。台湾家户金融资产总额也一并飙出惊人数字，2024年底达到 4.7 兆欧元，年增 11.9%， 扣掉负债之后的净值成长 12.4%， 来到 3.9 兆欧元。安联集团首席投资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苏布兰亲自飞来台北，站在论坛讲台上，脸上笑容非常灿烂。他说，台湾经济韧性惊人，成长潜力十足，傲视亚洲，证明了这个岛屿在全球经济板块中不容忽视的地位。看到这新闻，你应该要跳起来庆祝才对，可你为什么没有？你看着自己的银行账户，看着下个月要缴的房租，看着那张迟迟不敢拆开的信用卡账单，看着那张永远只涨一点点的薪资单，你脑袋里只浮现一句话：这数字到底算的是谁？别急，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份报告掀个底朝天，看看安联那位苏布兰先生没讲出口的到底藏了多少刀。这4把刀，每一把都插在你最痛的地方。先看第一把刀，平均数的魔术。什么叫平均数？比尔盖茨走进一间小吃店，里面坐了9个普通人，原本店里10个人，总共只有3000块现金，平均每人300块。可比尔盖茨一坐下来，他身上1000多亿美元的财富，瞬间把整间店的平均财富拉高到100多亿。报告上一写，这间小吃店平均每位客人身价超过100亿美元。记者拿着麦克风跑来采访那9个普通人，问他们身为全球最富小吃店的常客有什么感想。他们面面相觑，口袋里还是只有那300块。这就是平均数的魔术，他把一个人的财富均匀地涂抹到所有人头上，让每个人看起来都金光闪闪。同样的，2025年另一家瑞士银行瑞银集团也发布了他们自己的全球财富报告。瑞银比较老实，他们多算了一个数字，叫做中位数。什么叫中位数？就是把全台湾成年人从最穷到最富排成一列，站在最中间那一位的财富才叫中位数。这个数字才真正代表一个普通台湾人的处境。结果呢，瑞银的报告显示，台湾成年人平均财富高达312075美元，折合新台币大约922万，全球排名第15。听起来依然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但中位数呢，只有114871美元，折合新台币339万，平均数922万，中位数339万，两个数字中间差了整整一个台北小套房的头期款，差了将近3倍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台湾的财富版图严重倾斜，少数人把平均值硬生生拉高，多数人其实根本达不到那个数字。而且不止瑞银这样算，我国主计总处隔了整整30年，终于在民国110年重新发布国富统计报告。这份报告公布当天，台湾财经圈集体倒吸一口冷气，最富裕的 20% 家庭平均财富高达5133万，财富最少的 20% 家庭每户平均只有77万，两者差距高达 66.9 倍。而这个差距在民国80年的时候还只有 16.8 倍。30年时间，贫富差距扩大了整整4倍。这不是经济成长，这是社会结构的慢性崩塌。更扎心的是，家庭净资产10分位表。所谓10分位，就是把全台湾家庭从最穷到最富排成10阶梯。
第一阶，也就是最底下的 10% 家庭，净资产在143万以下；第五阶，也就是正中央的那一户，净资产894万；第九阶，也就是前 10% 的门槛，净资产3391万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家的家庭净资产超过3400万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赢过全台湾 90% 的家庭。那平均数1638万呢？中位数只有894万。一个家庭如果净资产刚好900万，它就是台湾最标准的中间户。可你去问这户人家过得幸不幸福，他只会苦笑告诉你，扣掉房贷，扣掉小孩补习费，扣掉父母的看护费，扣掉车贷，扣掉每个月那份难以负担的劳健保与国民年金，账面上900万的资产，真正可以动用的现金大概连100万都挤不出来。这900万其中70%卡在自住的房子里，是死钱不是活钱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隐约感觉到，那份安联报告的第5名其实是一场巨大的数字游戏，但真正的刀才刚刚出鞘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刀，叫做谁在持有这些金融资产。安联说，台湾财富暴冲的主要动能是证券，也就是股票和基金。更重要的是，证券首次超越寿险与退休金，成为台湾家户资产组合里仅次于存款的第二大项目。存款占比 35%， 证券占比 34%， 两者几乎平起平坐。寿险含退休金掉到第3，成长速度只剩 4.3%。 这个数字背后是什么？是整个台湾的财富逻辑正在剧烈洗牌。过去台湾人最爱买的是储蓄险和保本商品，把钱交给寿险公司慢慢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年轻世代开始大规模涌入股市，中年世代开始把闲钱从保单里抽出来杀进 ETF。 台湾确实经历了一波史诗级的台股大牛市，台积电从600块一路狂飙到突破1200块，辉达概念股鸡犬升天，加权指数从15000点冲上23000点。整个2024年台股投资人的对账单绿油油一片。可你知道这波股市财富到底落进谁的口袋吗？根据投信投顾公会的资料，到了2024年底，台湾的 ETF 投资人数确实突破了800万大关。听起来好像全民炒股，全民富足，但打开持股结构一看，画面立刻崩坏。前 10% 的投资人持有了超过一半的 ETF 市值，前 1% 的大户更是持有惊人的比例。也就是说，这场牛市的红利绝大多数都灌进了金字塔顶端那一小撮人的口袋，剩下90%的小散户抱着10股20股0股跟着吃一口汤就已经感恩戴德。再拉远一点看个股，台积电的外资持股超过 75%， 剩下2成5的筹码大部分握在法人和大股东手上，散户真正能分到的红利非常有限。那些在除权息日欢呼领股息的散户，实际进账可能只有几千块，而最顶端的那批人，一次股息就是几百万几千万落袋。这个现象和全球贫富差距报告出现了恐怖的共振。2025年12月刚刚出炉的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，由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领衔撰写，这位就是那本厚厚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。这份报告赤裸裸地指出，台湾收入不均程度在全球受监测的国家中排名第12，前 10% 的高收入族群拿走了全台湾总收入的 48%， 而收入最低的那 50% 人口加起来才分到 12%。 财富方面更夸张，最富有的 10% 人口掌握了全台湾 61% 的总财富，这个比例排名全球第21。虽然皮凯蒂还特别补了一句，过去10年台湾的情况略有改善，但你听听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，所谓略有改善，意思就是依然非常严重，只是没有继续恶化到天怒人怨的地步。所以当安联报告兴奋地宣布台湾家户金融资产年增 12% 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没告诉你一个残忍的事实，这 12% 的增长有超过一半是长在那 10% 的人身上，剩下那 90% 的台湾人，他们的账户可能根本没动，甚至还因为通膨而默默缩水。通膨率就算只有 2%，3 年下来你的存款购买力也会蒸发掉 6%， 而你的薪水如果没涨，
那就等同于负成长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刀，这刀更狠，叫做房子。安联的报告统计的是金融资产，也就是现金、股票、基金、保险、退休金，它没有把房子算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国际统计惯例就是这样切。金融资产属于流动性高的可交易资产，房地产则被归类为实物资产，单独统计。可偏偏台湾人最大的资产就是房子。根据主计总处的国富统计，台湾家庭的非金融资产主要也就是房地产，占全体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将近40%，这是金融报告里完全看不到的一块巨大黑洞。根据内政部2025年第二季的统计，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已经飙到 15.41 倍。白话翻译，一个台北市的中位数收入家庭不吃不喝15年才买得起一间中等的房子，新北市 13.03 倍，台中市 11.9 倍，全台平均 9.89 倍。对比国际上一般认定合理的房价所得比是3到5倍，台湾的房价已经贵到离谱，贵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好几次点名警告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对多数年轻家庭来说，他们一辈子最大的资产是一间还没缴完贷款的房子。他们账面上看起来有资产，但那个资产其实是和银行共同持有的。他们每个月辛苦赚来的薪水超过1/3甚至一半都被房贷吃掉。中央银行的资料显示，2024年全台新承做房贷的平均金额已经突破1000万，某些双北地区的购屋族房贷余额动辄2000万起跳，30年期的月缴金额就是5到6万，刚好吃掉一个家庭一位主薪者的整份薪水。安联报告里那个闪亮亮的人均金融资产数字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为遥远的童话。他们不是不想存钱投资，是真的存不下来。每个月薪水进账那一秒，房贷公司的扣款系统已经在排队等待。更惨的是，房价涨，租金也跟着涨。那些一辈子买不起房的人，每个月看着房东笑眯眯的涨租，他们既没有分到资本利得，也没有分到租金红利，他们只是那个把财富源源不断送进房东口袋的人。一个30岁的年轻人，如果月薪4万，房租吃掉1万5，伙食交通1万5，最后剩下1万存下来，1年12万，10年才120万。这速度追得上房价涨幅吗？追得上股市涨幅吗？追不上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财富列车呼啸而过，而自己永远留在月台上。你说他们要怎么感受到台湾是世界第5富有？再来第4刀，薪水。2025年6月，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，台湾全体受雇员工的经常性薪资，也就是固定月薪，平均为47798元，听起来还可以，对吧？但请看中位数，中位数只有38218元，也就是说，全台湾有超过一半的受雇员工每个月的固定月薪不到38000块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扣掉房租、扣掉伙食、扣掉交通、扣掉手机费、扣掉劳健保，月底就几乎归零的水准。更别说存钱买房，更别说结婚生小孩，更别说奉养父母。2025年的分产业薪资报告更残酷，台湾薪资结构呈现严重的两极化。一端是新竹市，全台唯一平均年薪破120万的县市，平均年薪高达 129.8 万，靠的就是一家台积电撑起整个产业聚落。新竹市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差距也最大，显示这里有一批年薪200到300万的工程师，硬是把整体数字拉高。另一端则是大量服务业、观光业、零售业、社福产业，平均薪资常年低于全国中位数，且成长幅度微乎其微。有些行业的员工辛苦10年，月薪只涨了3000块，而同时期的房价涨了1倍。所谓台湾家户金融资产成长 12%， 成长了到底是谁的钱？是新竹那批年薪破200万的工程师吗？是上市柜公司大股东因为台股大涨而账面暴增的股票市值吗？是那些手上已经持有3到4间房子的包租公因为房价上涨而财富自动膨胀吗？还是你那份10年只涨5000块的月薪？答案不言自明。把这4刀叠起来看，那份安联报告的第5名终于露出了完整的面貌。第一，它计算的是平均数，
把少数超级富豪的财富涂抹到2300万人头上。第二，他计算的增长动能是证券，而证券的红利极度集中在顶层 10% 的人身上。第三，他不计算房地产，也不计算房贷负担，而房子恰恰是多数台湾家庭最沉重的那座大山。第四，他不告诉你薪资中位数，也不告诉你前 10% 和后 50% 之间已经拉出了一条66倍的天堑。所以台湾确实是世界第5富有，只不过这个世界第5是属于那大约230万顶端家庭的世界第5，剩下的2000万人在这份报告里只是用来拉高平均值的背景音乐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回答一开始那个问题，为什么你觉得穷？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更不是你没有理财观念。你觉得穷，是因为这个社会的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上集中。2024年台股大涨，帮少数人创造了账面上的惊人财富，可对于没有资产配置，只靠薪水过活的绝大多数人，通膨、房租、菜价、电费、油价，样样都在涨，唯独薪水原地踏步。你不是不富有，你是被那个所谓的富有远远地甩在了后面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这几年同时出现了2个看似矛盾的现象。一边是豪车展示中心挤满排队的客户，信义区的法拉利、保时捷排队等交车，名表专柜要排队抽签才买得到。另一边，夜市摊贩感叹生意越来越难做，小吃店铁卷门一家一家拉下。一边是精品百货业绩屡创新高，米其林餐厅一位难求。另一边是年轻人对于结婚生子感到彻底绝望。台湾生育率已经连续好几年全球吊车尾。2025年，内政部最新资料显示，全台新生儿数可能跌破13万人，创下历史新低。这不是经济成长，这是经济撕裂。安联这份报告还给了2025年全年的预测，他们说全球金融资产的成长速度将放缓到 6%， 未来几年更可能掉到 4% 到 5%。 原因很现实，人工智慧的生产力红利尚未兑现，全球贸易壁垒不断升高，政治不确定性笼罩世界，川普政府对台关税政策反复无常，两岸局势持续紧张，地缘风险随时可能引爆。对台湾来说，这意味着那波靠台股撑起来的数字游戏很可能撑不了多久。一旦科技股修正，一旦出口动能放缓，那个亚洲第2的光环会在一夜之间变得暗淡，而到时候受伤最重的依然是那些本来就没分到红利的中下层家庭。富人早就把钱藏进海外账户，分散在全球配置，不怕任何风暴。那我们能做什么？第一件事，先接受真相，别被媒体那个耸动标题骗了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国家的平均数不等于你的生活，不要因为台湾排名第5就以为自己应该要富有。统计学上你应该富有，不代表你实际上富有，这中间的落差才是你真实的人生。第二件事，看清自己在10分位的哪一阶，家庭净资产低于143万，你是第一阶894万，你是正中央3391万，你是前 10%。 先认清自己的位置，才能做出合理的人生决策。不要拿顶端的生活水准来折磨自己，也不要用底端的焦虑来瘫痪自己。你就是你，处在你该处的位置，想办法往上爬一阶就好。第三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认真思考你的资产结构。台湾超过 35% 的家户金融资产还停留在存款，而顶端富人早已把钱放到股票、房地产、海外投资，甚至私募基金里去钱滚钱。通膨一年吃掉 2% 的购买力，你的定存利率只有 1.5%。 这个差距5年10年复利下来，就是一大笔财富的蒸发。你不需要变成投机客，但你至少要让你辛苦攒下的每一块钱不要被通膨偷偷吃掉。最后送你一句话，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，他爸爸当年告诉他一句话，想成为富翁需要时间，更需要耐心。这句话安联那位荷兰总经理罗伟瑞也在台北论坛上公开引用过，但他没说的是，耐心的前提是你要先活得下去，你要有一份能让你喘息的工作，一个不会把你压垮的房贷，一个不会让你焦虑到失眠的家庭。耐心是有钱人的特权，
是那些不用担心下个月房租的人才能慢慢修炼的功夫。对于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那大半个台湾，耐心2个字太奢侈。台湾是不是全球第5富有？从报告数字看，是的，但这个富有属于少数人，剩下大多数人的真实人生和这个第5名其实没有太大关系。苏布兰在论坛上笑得灿烂，不是因为他为台湾人感到高兴，而是因为台湾这个市场实在太肥了。保险金融业者看着这个全球第5的排名，眼睛发亮。他们知道那 10% 的顶端家庭手上握着几十兆的钱，等着被收割手续费，被兜售各种商品，被劝进更复杂的投资工具。而那个真正残酷的真相是，这种撕裂还会继续下去，除非我们开始正视它，谈论它，思考怎么改变它。不然下一份报告出来的时候，台湾可能已经排到第4，甚至第3。但与此同时，买不起房的年轻人会更多，放弃生小孩的家庭会更多，在深夜怀疑人生的你也会更多。全球第5的光环会越来越亮，而你手里的那盏灯会越来越暗。这就是安联报告不敢说出来的那个真正让人心寒的结论。